What is courage anyway? Is it not being afraid of anything? Or something else? The moment you feel your chest tighten, your legs ready to run, but you don't, because something or someone makes you stay. It's not about someone who was fearless. It's about someone who was afraid but chose to stay anyway. It's about the kind of courage that isn't loud but lingers in the quiet, where fear has been. That's the story we're telling today. Lucian 是一个很胆小的小男生，在夜里他常常睡不着觉，因为他必须很仔细地看着窗外，确定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没有危险，他才睡得着。有时候啊，都已经睡着了，但是那个风啊，把窗子吹得太大声了，嘎嘎作响，他也能够不小心地醒过来，害怕到抓着棉被不敢再入睡。这时候他就会到窗边仔细地查看，外面真的没有任何危险，没有任何东西，他才敢继续睡觉。有时候走在市场上，大叔大婶的吆喝声太大声，也可以瞬间吓到他，让他瞬间 frozen 定住，哪里都不敢动。那或者是村子里面的狗狗对他叫了几声，他也可以心脏狂跳，吓着手心手汗冷汗直流。那大人就会开玩笑摸摸他的头说，Lucian 你这么胆小，那以后长大该怎么办啊？你要勇敢一点啊。Lucian 其实他不知道勇敢是什么，他只知道跟大家比起来，他好像真的很容易害怕，真的很容易被吓到，真的很容易心脏蹦蹦蹦蹦跳，然后手心手汗一直流这样。Lucian 还有一个妹妹叫 Zola 呢非常的瘦小，她就是现在5岁了，看起来还像3岁那样，是全村最瘦弱的小孩。Lucian 心中就知道了，相依为命的他们，要是哪天发生什么事情，最需要被保护的肯定是他的妹妹，但是他真的觉得他可能无法保护他的妹妹，他就隐隐约约的担忧着这件事情，每天祈祷拜托这个世界平平静静，不要发生任何事情。那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啊。这一天晚上，远远的森林的尽头开始出现了一阵黑雾，黑雾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它经过的地方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变成黑雾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就消失了。一开始还没有人发现，黑雾慢慢的移近，直到开始吃掉了整排树，直到它开始吃掉第一栋房子，第一个人，开始整个村庄暴动了，大家惊吓的四处乱窜逃跑的过程当中，蜡烛倒了，有的房子开始起火了，乱成一团。在黑夜里面惊醒的 Lucian 当然也很害怕啊，他看着窗外的一切，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先是看到眼前一堆人跑来跑去，一直在尖叫，他想一定是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了。然后果然他就看着远方那个渐渐吞噬一切的黑雾，他想心中有个声音大叫着快跑。他知道他要跑，但他的脚定住不动 frozen， 他完全无法动弹。他心中的声音一直在跟他说，你赶快跑啊，赶快带你妹妹跑，你在干什么？他就是一动也不动，他吓呆了。突然之间黑暗当中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哥哥。就是那个声音，妹妹的声音，让他的肌肉放松。他转过头来，看到妹妹被压在倒下来的柜子下面，他赶快把妹妹抱了起来。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他拔腿就开始往反方向跑。他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他可以感觉到后面的声音本来很大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安静，那就代表那些东西、那些人可能都被黑雾吃进去了。他真的好累，没有办法再跑，但他知道他不能停下来。他一直逼着自己，努力的不能停，不能停，继续往前跑，直到他跑到森林里最深处，有一个神龛，那是废弃的神龛。他喘了一口气，跟妹妹2个人跌坐在地上。他回头一看，发现黑雾应该没有追上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森林里面小小微弱的声音，好像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好像是猫头鹰的叫声。突然之间，这些原本以前他会感到很害怕的夜里的声音，都让他觉得无比的安全。他看着妹妹，跟妹妹说：“不要怕，不要怕，应该没事了。”妹妹跟他说：“哥哥，我不怕。” Lucian 吓到了 ，Zola， 你不怕吗？真的吗？你不怕 ？Zola 说：“一开始我有一点害怕，可是看到哥哥，我就不怕了。” Lucian 拍拍妹妹的头，笑着说：“我也是。”然后他们靠在神龛旁，
疲惫的身体静静的休息，闭上了眼睛，缓缓进入梦乡。神龛前的烛台仿佛出现了微弱的光火，摇映着，像在黑夜当中守护他们。后来村子里面成功活下来的人重建了庄园，可是却再也没有人看见过 Lucian 跟 Zolar 兄妹俩。为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有些人说他们也跟着被黑雾带走了，又有些人说没有，他们成功的跑到了下一个村庄，开始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不知道过去多久，有人在森林的尽头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神龛。那个神龛的周围长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每到了夜晚，萤火虫就会来，会发出阵阵的微弱的闪烁的光芒，好像有什么东西默默的温柔的在守护那片森林。人们开始口耳相传关于这个神奇的神龛，纷纷前往祭拜，在那里点上一盏又一盏的烛火，因为他们相信也许是这些植物发出的光，也许是这些萤火虫发出的光，为他们最终阻挡下了黑雾的攻击。无论真相如何，夜里经过森林的旅人总会看见远方微弱的烛光闪烁。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如果你经过森林，请为我们点一盏灯。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照亮世界的力量。即使你觉得你非常的瘦弱，非常的瘦小，或是像故事里面的 Lucian 一样胆子超小的，那又怎样？只要你选择坚持下去，你都能在黑夜里闪闪发光。所以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你现在正经历的困难有多大，无论你觉得自己的希望如何渺茫，请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因为你不孤单。你的每一份努力，你的每踏出的坚持的那一小步，都可以为别人或为你自己点一盏灯，而那盏灯的光就是坚持下去的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一样英文版放在 Podcast 要去听哦。然后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